今天研讨会呢的主题会是在心智里面被视为正式科目的 Data Insight。那里面有各种不同的题型，很多题型大家同学都很不熟悉。其中有一个我觉得算是第二难的题型，就是所谓的 two-part analysis，就是双栏的分析，就是左边有一个选择题，右边有个选择题，它其实共用一个选项，然后你要左边选一个，右边选一个，像这种题目。好，那我们今天要来给大家去做破解。我们今天先来看一下，先来了解 DI 的本质哦。我觉得DI 这个科目很多同学很害怕，是因为传统的 GMAT、以前的 GMAT 或者以前的考试，大部分都是五选一的单选题嘛，四选一五选题，就是让你去选择，所以那个题目的 format 你很熟悉了哦。然后呢，也大部分都是以文字为主，所以呢，我们会觉得可以应付，资讯量不大，然后呢，资讯的样式也不多，然后呢，它的对你的要求就是要选什么东西，也是就是单选，所以你不会太紧张。但是 DI 这个科目不太一样哦。DI 这个科目有三大特色，我们先来看，我们现在不是纯讲 TPA，是先讲 DI 这个科目的特色哦。这个科目的三大特色是这样，第一个叫做都是应用题，在 RC 的 CR 那边可能会遇到一些像是就是考你抽象逻辑的题目，比如说什么星期一送包裹，星期二送报纸，星期三送建筑材料，这就是很明显是那种特殊设计出来要考你纯逻辑的题目，不像是那种现实生活中的会发生的情境。数学那边你会遇到的是纯数学题，非应用题。你看你的成绩单的时候呢，你会发现数学有一个分类栏，一边写 pure，一边写 real。所以你在这两个科目里面，verbal 跟 quant 这两个科目里面，你都可能会遇到跟故事没关的就是可能是考你纯逻辑或纯数学的。但是你在 DI 这个科目之上，所有的题目都是应用题，所有的题目都是解 case，就这么简单。那只要讲到 DI，只要全部题目都是应用题，它可以是一个劣势，它也可以是一个优势。劣势对于谁来讲是劣势？就是阅读速度不快的人，阅读能力不好的人，他就比较喜欢那种数学里面直接给你数字，直接给你算式。但是如果是给你故事的话，那就很尴尬，就很累这样子。所以这是对他们是劣势。那对谁是优势呢？就是懂得使用代入法的人。什么叫代入法？这世界上有一种考生，当然比例大概不到10%，但是呢，他们也占了高分考生里面的90%以上。这种人的特色是，他们在看所有的文本资料、解所有题目的时候，他们会习惯把自己带入到题目里面的一个当事人的角色里面。如果你已经知道这个 DI 题目本质是应用题，然后呢，你在做题目的时候，你有主动的第一步，在阅读文章或者是解题思路的过程中，你把你自己带入到一个当事人的角色里，你做 DI 会做得非常的好。好，所以第一个，请提醒大家一件事，就是说，请你要使用的是代入法，代入一个角色里面来。第二个，DI 的题目特色是，它会有大量的文字。DI 所有题目里面文字最少的可能就只有 DST data sufficiency，但是其他的题型呢，像是 TPA table 可能文字也比较少一点，但是像 MSR 它的文字就会非常非常多。但是它有一个特色哦，它的文字虽然多，可是呢，里面的重要资讯含量比例少很多。重要资讯含量最高的是什么？最高的应该是 verbal 的 CR，CR 里面大概3句话左右，每一句话都是重点哦，要么就是前提，要么就是证据，要么就是结论。那再来，资讯含量第二高的就是 RC，RC 我有算过，大概一篇文章里面会被考出来的资讯大概占有50%左右。但是资讯含量最低的就是 DI 里面的题目，包括 TPA，包括 MSR，就是好几个分页的题目，或者是我们等一下要讲的这个双览题。往往这个题目要考出来的资讯，可能就只有占到文章里面的20%甚至10%而已，所以有大量的垃圾资讯。好，那垃圾资讯要怎么去辨别？就是我们等一下要讲的重点了。有什么样的方法可以帮助你避开那些无关的资讯，然后呢只专注在跟题目考的有关的资讯，然后呢去顺利的解答。好，所以很多同学跟我讲说，Dustin，其实我觉得这个考试时间不够用，DI 每次都写不完然后呢45分钟解20题，我怎么觉得应该给我更多时间？其实呢是写得完的，只是呢你要懂得要怎么去分辨有效资讯跟无效资讯。所以其实 DI 这整个科目准备的最大重点，以及我上课像我在从记者里面上课最大重点，我在教大家，不是说教你什么新的考点、新的能力，好，因为整个 DI 里面它没有考你新的东西，不像是以前旧制有一个 sentence correction， 有个句子改错，还要考你文法，还要考你惯用语。整个 DI 里面全部都是原本的 quant、原本的 verbal 里面的 RC 跟 CR 能力的叠合，你不需要学会新的能力。但是我在上 DI 课的时候，我都会强调，能力不用新学，但是你解题流程要新学。
因为它的题型就是又有图又有文，然后它的 format 就不是五选一的单选题，然后再加上刚刚我们讲到大量的垃圾资讯，所以我今天要教你的是 DI 的重要解题流程哦，就是从 TPA 开始讲完了 DI 的，就是3个特色，第一个特色应用题区多，第二个特色文字多，第3个特色垃圾资讯多，所以解题流程更重要。那我们来看看今天要讲的 TPA 的题目到底重点是什么。首先第一个 TPA 这个题目呢，我们等下都会看到它的特色就长这样子，就是说，好，会有一段文字，那这段文字呢，通常字数都会比较多一点，会比你在数学里面遇到的多，啊，也会比你在 CR 那边遇到的多，它大概是 CR 跟 RC 中间，大概量相当于 RC 里面的短篇文章。这种题型呢，要用多少时间来做？我个人会建议不要用2分15秒来做。2分15秒这个数字是怎么算出来的？就是45分钟除上20题，这是 DI 整个科目里面的时间跟题数嘛。你如果这样子直接除下来，时间会是2分15秒，可是这个时间不适合用在 TPS 上。我会建议各位 TPA 应该是做2.5到3分钟。那你说 Dustin， 那可是这样算起来不对啊，这样不就等于说我透支时间了吗？各位要记得，整个 DI 里面能够帮你省时间的是另外一种题型，叫做 Data Sufficiency， 是 DST。因为 DST 呢，它文字比较少一点嘛。哦，为什么文字少？因为它就是一个题干加2个条件，而且5个选项是不用重新读。DST 的5个选项都是固定的，每一道题目都是什么？条件1单独，条件2单独，然后2个合在一起，2个分开哦，然后呢各自怎么样都不行。所以 DST 你的阅读量最少。再来就是 DST 呢，很多题目是你真的不用去算出答案，对不对？你只要按照基本的就是数理的就是规律，或者是基本的数理判断，你确定说这个数值有没有唯一性，就可以去判断。DST 那个地方，我会建议大家用1.5到2分钟之内，就是比这个平均时间更快来省时间。那这个省的时间给谁呢？给 TPA。为什么？因为 TPA 的题目特色是1道题当2道题做，对不对？它就是虽然表面上看起来是一个页面，但实际上它是2种选择题，你一次要解2题。你只是共用同一个资讯跟同一个选项而已，所以当一题当2题做的时候，我们的平均时间就要稍微快，稍微慢一点。好，我们就可以拉到2.5到3分钟，但是不建议超过3分钟，因为你超过3分钟等于一题透支了快2道题的时间，那这样子你整个考试一定会 pace 不稳。第二个，要认知到 TPA 本身它其实是有2种类型，有一种类型是偏数学的 TPA， 好，有一种类型是偏逻辑的 TPA。我们就把它称之为就是数学相关或非数学相关，这个在你的成绩单上都看得到。你打开你的成绩单，它的表格那个地方会让你显示每一道题的题型。那么 two-part analysis 那边就会显示是 math related 或者是 non-math related。如果是数学相关的话，那你在考试看题目的时候，你会发现选项都是数字，或者是文章里面会出现大量的数字，你就一看就知道是数学相关，你连题目都还没有读。但是呢，如果是逻辑相关的题目，你是几乎看不到数字。像你看这边哪有什么数字给你看，哪有什么，然后这个地方好，哪有什么数字给你看，这种就是所谓的逻辑相关题。这也是我们今天要讲的重点。今天要讲的是所谓的 TPA 非数学相关的题目。那我们说解题流程上会不太一样。如果是跟数学相关题目的话，我会建议各位先看文章，再看问句。哦 ，question 指的就是问句，然后再去做计算求解。哦，不用去先看选项，因为第一个你看选项没有意义，选项就是一个数字，你要看了要干嘛？那第二个，你先看问句也没有意义，你一定要先把文章看完，了解说文章里面已经给你的一些数字的关系是什么，再去看问句才知道怎么去把它凑在一起求解嘛。所以如果是数学相关的题目，算数学的 TPA 的话，我会建议你直接顺着讲下来，文章、题目，然后算式，然后最后去选择这样子。但是如果是逻辑相关，就是我们说的非数学类型的 TPA 的话，这个时候你需要一个全新的解题流程，就跟刚刚我们讲的数学相关的是不太一样的了。那这个全新解题流程是什么呢？首先第一个，我会建议你准备好你的笔记纸。你说笔记纸要干嘛？我会建议各位在做 TPA 的时候，你的笔记纸上可以直接横向的画上5条线，像这样子一样。这个5条线我会建议你的距离画大一点。我画给大家看，好像这样子一样5条线。我会建议大家距离画大的原因是因为这个5条线别的题目也可以用。比如说有些题目会问你说，请问算出来的数值是 A 大还是 B 大？那像有一些题目是偏数学的题目，你就可以在这5条线会隔出6个格子。
像在第一个，他就会可能会问你说，在5个状况之下，或者在3个状况之下，那 A 跟 B 这2个数字哪一个比较大小的题目，你就可以在这边去计算。好，所以格子格大一点是有用的，间距大一点，因为有些选项是要你去实际做计算。那你在这一个在格子里面计算，就不会去跟别的算式混在一起，你就知道这个地方是statement A，statement 第一个 statement one 的计算，这个地方是 statement two 的计算，或者是你在 EST 里面也是一样，条件1单独的计算，条件2单独的计算，条件3合在一起，就是2个条件合在一起的计算，你不会不小心混在一起。那如果是在做 verbal 的时候呢，它就可以直接的转换成是删去。OK， 就是你就可以直接说这个是 A 选项，然后这个是 B 选项 ，C 选项保留，D 选项删除，这样子就很方便。你说倒是挺，那我以前是用手指啊，我以前是用手指说这个 A 啊、B 啊、C 啊这样子扣下来。可是大家不要忘记一件事 ，TPA 是有2组选项，你还没有把2组选项做完之前，你就不能往下一题走。那如果你总不能左右手一起用吧？你左右手一起用，那这个时候呢，最后是不是还要回来看说，这边选 B，这边选E，所以这样的 B 跟 E， 好，这个是不是很蠢？所以呢，我会建议你直接去画一个5线谱，5条线隔开6个格子，这样不论你是算数学，算式不会隔开，或者是你可以轻易的去做删去，这个就叫所谓的 answer sheet。这边有理解的同学可以帮我打一个2嘛，可以吗？那为什么要画6个格子，不会画不用画到5个就好呢？因为 TPA 最多会有6个选项。好像你看，我们等一下有些题目哈，我们等一下有些题目像是这种题目，你们看到有6个选项，有些数学的题目也有6个数字，所以呢就是最多画5个条线，然后呢格数6个格子，然后再来做非数学类型，也就是偏逻辑类型的 TPA 的时候呢，我会建议强烈建议你先读的是那个问句，先了解那个问句在问什么东西。跟数学不太一样，数学你先读问句没有用，你根本不知道那个原本数字的关系是什么，你先读问句没有任何意义，你不如先读文章。但是 TPA 我会强烈建议你先读问句，甚至如果选项不长的话，你可以去偷看选项。当然，如果选项长的话，你就可以也偷看1-2个选项就好。比如说像是举个例子，来我们看一下等一下的题目，像这种你就可以稍微偷看5个选项，看看我选项叙述长什么样子，你就知道等一下回答你可以怎么去回答嘛，你或者是你要往什么方向思考。因为 TPA 通常它虽然是考逻辑，但它的选项的长度不会像 CR 那么长。像你看这个选项哪有像 CR 那么长，你就可以去偷看。那你先了解问题跟选项，你这样等一下思考比较知道怎么去回答嘛。但如果像这种呢，就是跟 CR 一样长度的选项呢，比如说像这种的话，那我就会建议你还是要看，但是你看1到2个就好，不是说看了要决定它要删还是要留，因为你根本什么资讯都不知道嘛。只是说你先看了，大概先了解一下，等一下回答样子长什么样子。所以这个是一个特别的点，是跟 CR 不太一样。就是它的选项大部分都会比 CR 还来得短，所以我们就可以趁这个机会，能够先偷看选项，先心里面有个底。我选项加问句这2个东西到底它长什么样子，我才知道等一下看文章我的思考方向往哪里走。重点来了，先看问句加选项，选项多的话那就看1-2个就好，选项不多的话，你先很快的把5个全部看完。当然，你要去联想到这个问句它到底是属于我们的平常来做的 CR， 比如说 we can support 解释啊、填空啊，还是属于我们平常在做的 RC， 比如说主旨啊、推论啊，或者是什么就是作用啊之类的，去联想到特定的题型，然后就用你在做 CR 跟 RC 那个时候的特定题型的解题方法跟考点来去解它。所以其实不会去用到新的能力。那重点来了，就是说问句超级重要。你看我帮你把它打出题，问句超级重要。因为第一个，我们刚刚讲 TPA 里的垃圾资讯很多，那你要怎么样去排除垃圾资讯？怎么样知道哪些资讯可能不是题目想要问的？问句的精细阅读可以帮你做到这件事情。第二件事，你要怎么去知道我要带入什么角色？对吧？我们刚刚不是说代入法有便于你去做题，有便于你去思考嘛？问句也可以方便你去设定你要带入的角色。然后再来 TPA， 因为有2个栏位，我强烈建议各位不要2个栏位一起做。为什么？首先你要知道 TPA 里面2个栏位所有的组合大概有几种？5种乘上5种是25种组合嘛？注意哦，不是说什么 C 这边选了那边就不能选哦。TPA 里面是允许你同一个选项左边跟右边都可以选同一个的，是可以这样有这样的可能的。所以就不是什么 C5取1又变成 C4取1，不是取后不放回，它是取后放回，这样就变成5乘5 25个情况。那如果你今天不固定一边再做另外一边的话呢，就有可能会
这个就是 math 这样子。所以大部分的题目呢，我们都会去选择就是一次做一个。OK， 但有一些题目比较特别，我们会选择什么？会选择一起做。等一下我们会看哪一些题目适合一起做。基本上一起做这种题目，大部分都是什么？大部分都是填空题。我帮你写一下，就是绝大部分的题目呢，都是我们希望一个地方固定在另外一个地方来去做。但是呢，什么样的题目会一起做？就是所谓的填空完成句子的题目，比如说 if A then B if 第一个格子空白 then 第二个格子，这两个就一定要配合在一起。所以这种时候呢，就会选择一起做。那你要怎么去选择谁先做谁后做呢？就是哪一个格子要先回答，我们会去决定的判断基准包括了什么？哪一个的条件限制比较多？哪一个的就是谁是谁背后的那个 factor？谁是谁背后的那个决定因素，或者是 if then， 或者是像是因果关系之类的。当然这个要靠练习，我等一下会示范给大家看。然后最后呢，我们在做这些选项的时候，我们都会一律用删去法来做。所以这个页面等一下，你只要留到最后，我都会把这个页面给你。所以这边的话，你可以就是回来复习。我们重新讲很快一遍哦。第一个，画一个五线谱，把你的草稿纸割成很宽的6条。这6条呢，方便你去做删去，不用再去用手操作。你在做别的题目，计算数学也是很方便的。第二个，不要先看文章，先看问句跟先看选项。选项如果写太长的话，先看1、2个也好，方便你知道等一下怎么去思考。第三个，把这个题目很快的联想回你在 RC 或 CR 里面的类似题型，用那个方法来做。好，第4个，问句绝对要放慢速度，仔细的去读。问句可以让你知道等一下文章里哪些地方是垃圾资讯，也可以让你去方便带入自己的角色，方便你去做思考。第5个，大部分情况下选择先解一遍，再去解另外一遍。但这个要先解哪一边呢？是要看这2个格子之间是独立关系还是相互依存的关系。比如说因跟果，先解因还是先解果？问题跟解决方案，先解问题还是先解解决方案？那有少部分的题目就是填空题，是建议你放在一起去解，尤其像条件类似的填空。好，最后一个下去看选项的时候，请你用删去法。